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个星期二呢，我去打了第二针的疫苗，然后在打完，我是早上9点30分左右的时候打的，然后打完以后呢，那一天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只是觉得手臂有一点点的酸疼，然后到了半夜。我突然就发现，不行了，就开始，整个人呢就有一点发冷，然后呢你去摸身体就会觉得很烫，而且呢就是我会觉得头非常非常的疼，所以呢我就觉得自己是发烧了，嗯、到了就是这样的症状一直持续了整整24个小时，就是你整个人的感觉呢，就是跟你得了流感是差不多的，发烧、头疼，然后身体觉得冷之类的，嗯。我就觉得，就是我问我的其他的朋友，他们也打了第二针，打的同样是辉瑞这个牌子的，辉瑞就是英文叫 Pfizer，然后他们的反应都没有那么大，我只有一个朋友他有一点点低烧，但是我就觉得自己的反应是特别的严重，我在床上躺了整整1天2夜。就是人觉得非常累，没有办法坐起来这种感觉。而且呢，我还觉得就是自己打针的这个手臂呢还过敏了。就怎么样的一个症状呢？就是说我会发现，就是打针的这个区域，你摸上去有一点肿，然后呢，这一块的皮肤也比其他的皮肤要热，而且呢，它有一点红，所以就是我现在就是还在观察，看看它有没有好转的迹象。如果没有好的话，我可能还得要去问一下医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过呢，我有在网上查过，这个好像也确实是。就是打完疫苗后的一个症状吧，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把所有的症状都占了。正因为这样，就是这个星期我的状况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呢，我没有准备一个话题或者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，我就为大家读一段爱情短文吧。就是一小段爱情故事。那么在我读故事的时候呢，你们是看不见我的，因为我录的是一个音频。不过呢，你们仍然可以看下面的字幕。如果有一些比较难的，或者我认为特别有用的词汇，我也会标注出来，所以你们仍然可以看到那些注释。我们开始吧。男孩和女孩初恋的时候，男孩为女孩折了1000只纸鹤，挂在女孩的房间里。男孩对女孩说：这1000只纸鹤代表我1000份心意。那时候，男孩和女孩分分秒秒都在感受着恋爱的甜蜜和幸福。后来，女孩渐渐疏远了男孩，女孩结婚了，去了法国，去了无数次出现在她梦中的巴黎。男孩和女孩分手的时候，女孩对男孩说：我们都必须正视现实，是第二次投胎，我必须抓牢一切机会。你太穷了，我难以想象和你生活在一起的日子。女孩去了法国后，男孩卖过报纸，干过临时工，做过小买卖，每一项工作他都努力去做。许多年过去了，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和他自己的努力下，他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家公司。他有钱了，可是他心里还是念念不忘那个女孩。有一天下着雨，
男孩从他的黑色奥迪车里看到了一对老人在前面慢慢地走。男孩认出那是女孩的父母，于是男孩决定跟着他们。他要让他们看看自己不但拥有了小车，还拥有了别墅和公司，让他们知道他不是穷光蛋，他是年轻的老板。男孩一路开着车跟着他们，雨不停地下着，尽管这对老人打着伞，但还是被斜雨淋湿了。到了目的地，男孩呆了。这是一处公墓，他看到了女孩。墓碑的瓷像中，女孩正对着他甜甜的笑，而小小的墓旁，细细的铁丝上挂着一串串的纸鹤，在细雨中显得如此生动。女孩的父母告诉男孩，女孩没有去巴黎，女孩患的是癌症，女孩去了天堂。女孩希望男孩能出人头地，能有一个温暖的家，所以女孩才做出这样的举动。她说她了解男孩，他一定会成功的。女孩说，如果有一天男孩到墓地看他，请无论如何带上几只纸鹤。男孩跪下去，跪在女孩的墓前，泪流满面。清明节的雨不知道停，在男孩身上淋了个透。男孩想起许多年前女孩纯真的笑脸，他的心就开始滴血。这对老人走出墓地的时候，看到男孩站在不远处。奥迪的车门已经为老人打开，汽车音响里传出了哀怨的歌声。我的心不后悔，反反复复都是为了你，千纸鹤，千份情，在风里飞。怎么样？你们喜欢这个爱情故事吗？对我来说呢，这个爱情故事的情节可能有一点老掉牙，不过呢，还是蛮感人的。在故事的最后，其实是台湾的歌手邰正宵的一首歌，叫《千纸鹤》。那我在 description 下面呢，也给了这首歌的链接，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听一下。这首歌真的非常的好听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